嗨，大家！我昨天就是自己剪了刘海，然后就是非常的失败，所以今天就是请大家多多包涵我可怕的刘海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呢，我会分享我之前收集的一些问题。那问题的部分呢，我会把就是关于灵感啊、画画的这个技能的部分的问题放在比较前面，那中间就是会分享关于插画家这个职业的部分，那后面就是一些像生活类的问题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就继续看下去。绘画基础的重要性跟自学的进步过程等等。如果你是要做插画家这个职业的话，绘画基础是一定要有，因为在市场上每一个插画家都有基础的话，你出去一定会被人家吊打，所以你要有那个新手村的经验值，你才能够继续往下走嘛。所以这是比较基本的答案。但你之后的可能你的领域，比方说你想专攻图文的部分，我会觉得灵感会比技法更重要，就是你要让这个故事给人家有共感，或是让人家会心一笑的话，灵感跟故事表达的需求会比你画的漂亮还要重要。所以如果你是要做这个领域的话，我会说你绘画的基础的门槛不会像就是进入市场那么高，但 in general 我还是觉得一定要打好基础。那下一个问题，进步过程，我最一开始就是自己画嘛，那我就会边画边学，所以最一开始在新手村那个进步的话就是这样子。那之后呢，我开始有一些小知名度，让人家知道有我这个创作者，那我可能就会开始出去投稿啊，或是提案给客户，或者是参展，就是提案给 gallery 之类的。那如果被拒绝的话，这就是我自学期间进步的那个关键点。所以每一次的失败都是我进步的契机。所以对，应该有回答到这个问题。好，自学画图的过程，我之前有一个影片在这里，你可以就是点那支影片看，我讲的是挺详细的。那我这边就是快速的带过。我一开始自学，我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蛮狡猾的一个人，我是喜欢狡兔三窟，因为我的个性是我对什么都很有兴趣，我什么都想学，我什么都想自己做。那我可能也是很容易就是3秒钟热度，我可能现在学了这个，然后我就突然没兴趣，我就会换下一个。所以我很懂自己的个性是这样，那我就会做很多坑，让自己有很多狡兔三窟的意思。所以插画就是我一个窟一个洞。那我刚刚为什么离题？所以我一开始我就去打基础，我就找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，然后我就找到创作者，他有画室，然后还有开课这样，所以我就直接就是拿着我现有的创作去找他，然后就说这是我现在的程度，那我想要就是我就跟他说我想要的目标是什么，然后他就给我很好的 feedback， 然后就带着我去打基础。然后那时候一开始的打基础的方式，我是用油画去学。之后呢，就是因为我已经进入那个池塘了嘛，所以就会开始看到池塘里面的世界，就是有各种的媒材，然后我什么都想学嘛，所以你一学，你就会看到这个领域的创作者，然后你就会一直看到更多不同的作品跟不同的方式。然后之后呢，你就会开始想说，那我现在会有这些能力，我要做什么？我要怎么赚钱这样？那之后就我有看到那个学文创，然后他们都会有开很多不同领域的课，然后有像是授权课啊，或者是绘本课啊，或者是你要怎么去创立合约啊，就是非常细，但是每一个课程都是这个产业就是插画家必须要有的技能。所以就我那时候就是透过学文创学了很多，然后也看到很多不同的老师。那之后呢，就是我又对电脑绘图有兴趣，我就去联成电脑去学。那联成电脑它有请很多很厉害的老师，像易水祥林老师啊，我就跟他学 Photoshop 了。
然后还有王子面老师，我也是跟他学，像是绘本创作什么，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就是对什么有兴趣，然后就遇到什么样的老师，然后就打开自己的视野，然后在这个视野上又对什么有感兴趣，然后又继续这样子延伸，所以这整个是我自学的过程。一直到现在，我可能平常去书店，因为我很喜欢看绘本，我也很喜欢看就是很多不同的艺术的书。那我可能翻到什么，像是可能年鉴啊，然后有不同的插画家、不同的创作者，然后我就对什么作品有兴趣，我就会去看那个创作者是谁，然后他可能有什么 social media， 我就会 follow 他。那有时候那个创作者他自己会开 workshop， 就他不会说那种像很夸张广告什么说，但是你只要专注的去追踪这个创作者，那他有开课你一定就会知道，然后你有时间我就会去上课这样子。对，这就是我自学的过程。透过什么样的练习方式，例如速写，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以及持续精进呢？如果你是要问就是要怎么去找自己的风格，我之前有一支影片有非常完整的提到风格建立这件事。那我自己本身并不会说我为了要去找到风格就去创作，我本身就是我为了想创作我才创作，就我的目标不是说为了找风格。那支影片有解释的很详细，所以我会建议你去看那支影片。对，持续精进呢，就是等一下。每一次可能提案的失败，或是比赛的失利，这些关键点都会让我有机会去检视自己的不足。那我就会出一些可能失败的原因，然后就去就是比较 specific 的方式去练习。当然每一个练习法都有不同的，那我就可能去找网络的 tutorial 啊，像我很常去 Domestika 上课跟 Skillshare。我下面有连结，因为我之后会在 Skillshare 开课，我也会去找很多像是摄影师的课，我也会去上。所以我会建议你，就是当你遇到什么问题，你就专门的去解决它。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本身很容易分心，所以我只能这样子做，去让自己进步。对，给你做参考。什么契机让我全职接案的？因为我自己本身并没有说我立志要做插画家，就像我前面讲，我是狡兔三窟，就是我可能这个洞做不下去，我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走，所以我并没有说很立志要去把我的工作全部都辞掉，然后变成全职的插画家。以前啦，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你一定要有一份职业，你才是成功的，但现在都已经2021年还是2022年。现在是2020几，算了，反正就是都已经这么现代了。我觉得就是斜杠的这件事对我来说是，在我的人生会比较骄傲。就我不会说以一份职业做到老是才是骄傲，我不是这样的。但我就是因为我其他的就是狡兔三窟的那3个窟我都已经弄好了，所以卡到我的那个 part time 就是 Gucci。我就是因为同事很讨厌，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要去上班都很不开心。再加上就是疫情结束之后，那个地铁很长都在罢工，然后要去上班的时间就要变 double 或是 triple，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爽。我就觉得我花这么多时间，我可以拿来创作啊，而且我创作赚的钱就已经比估计还要多了，所以我想，好，那就辞掉，所以就辞掉了。怎么决定要做插画家的？就像我刚刚讲，就是我没有决定要做，觉得这一份技能对我来说我是可以做到的，只是我决定说好，那插画家可以是一个选项，那我就好好的做嘛。有没有经历过自己画的不好，没办法像别人一样而失去热情跟快乐，又是怎么振作的呢？经历自己画的不好，通常我会觉得画的不好都是我在比较早期的时候，还在摸索的时候。因为你在摸索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的都是大师嘛，所以你一直看到很厉害的创作者的时候，你当然会觉得说我可不可以变成那样，就你会很彷徨。但我那时候觉得就都是正常的，因为我就是刚开始而已啊，我干嘛刚开始就自己吓自己？所以挫折感我是不会有。那我会把这个不好的感受变成动力，让我自己说，那我不要花时间在这边伤心难过，我要赶快
努力的练习去赶上这些大事。就我那时候早期是这样子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我就是对自己就是有点过度的自信，就我觉得自己画得很好啊，但就到现在这个 stage 的时候，会有挫折感，通常都是自己给自己的，就是应该是因为你有一个想比较的心，就你有可能是看人家按赞数量比较高什么，就是会有这种比较的心，你才会有挫折感。所以我自己本身是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，除非就是像我前面说的，像是我投稿失败或者是比赛失败，我才会有挫折感。但这个挫折感并不会让我很忧郁，就是像是一个警铃，就是说，你现在待在舒适圈太久了，其实你没有那么好，就是你还需要继续努力，你要继续往前走的这种警铃，让自己提醒自己说，其实好像这么骄傲太久，好像也不行哦，所以就，对，我会把它变成一个动力吧，对，希望听得懂。好，建议把插画家当作职业吗？像我很常就是被问到问题是说，这些问题大部分都是说，你建议我现在辞掉工作，然后变插画家吗？或是你觉得插画家是一个可以稳定的，就是工作嘛，就是变成一个工作这样？那我会跟你说，你现在问我问题的时候，你的这些 mindset 是想被人家雇佣，就是你在想说，我现在是一个插画家，然后工作会来找我的这种出发点去想的话，我觉得就错了。我觉得插画家他并不是一个职业，我觉得他是创业。就是如果你现在决定你要当插画家的话，你要把自己当作是你是开一个公司。当插画家，如果你觉得它只是一份工作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说，我现在有工作，然后我就完成画画就好了，我就可以有钱了。但我觉得事实上不是这样，就是你要自己去开发客户，你要自己去打广告，去推销自己的自媒体，让人家看到你嘛。那有了客户，你要怎么去接洽，然后一直到结束，你还要报税，你还要处理这些税务的问题。那这就是创业啊，所以并不是说你空有一个技能，然后就可以等人家给你工作了，就这种想法是错的，我觉得啦。所以当你现在把 mindset 转换成插画家是一份创业的时候，你就要考虑说你现在的能力可不可以创业，因为你创业你是要100%去投入的啊，就是你可能就要辞掉你的 day job， 然后去可能花你的时间成本、你的金钱成本，才能去做好一份事业啊。所以以这样的出发点去想，会比较正确一点啦，比较能够让你判断你现在自己的经济状况能不能创业。对，好，从打工到完全持续工作，正式成为全职插画家，花了多久时间呢？就像我前面一直都前面讲，就像我前面讲的是，我是狡兔三窟，所以我那时候在建筑这条路的时候，一直到现在应该是有10年。但我就是比较佛系，因为我可能这边建一建，然后又跑去可能拍戏啊，或者是去跳舞啊，因为我是热舞社的嘛，就那时候也有就是拍 MV 啊，然后当领演啊，什么就都有。就是我可能有这10年间可能有半年8个月都没有在画画。那我真的成为了正职插画家是去年圣诞节我辞掉最后一份 part time 工作，我才officially 变成正职的插画家，到现在，对，所以给你参考一下。目前是在英国接案嘛，我是在英国接案没有错，但我因为插画家这份工作，我觉得是比较没有时间的限定啊，比较没有地点的限定，所以我的客户其实就是每个国家都有啊，像是有意大利，有美国。也有新加坡跟台湾就都有，但我本身居住地是在英国。什么时候会回台湾呢？其实我在那个19年，就是那个疫情之前，我已经买好回台湾的机票，因为我本身是1到2年会回台湾一次，但因为就是遇到疫情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有3年多没有回去。
我觉得最近是可以回去了。因为其实因为你们也知道，英国就是走一个全体免疫的方式去面对病毒嘛，所以我已经跟病毒就是好好的相处了，就是有2年了，所以我已经很习惯，就是大家不戴口罩或者集体免疫这种概念。那但当时的台湾还没有，台湾还在很积极的，就是对抗，想让那个病毒变成零感染，这样就是很坚持。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完全不敢回去，因为就是很害怕。就是那个观念不一样，所以会被骂嘛之类。但现在台湾开始意识到，就觉得好像现在已经可以接受集体免疫这件事，所以等他们这个概念开始更完整一点，我才会考虑回台湾。和丹尼的爱情故事，那我之后再分享丹尼，因为那是他跟我，所以我还要经过他的同意，就是我没办法自己分享，就是对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大概是这样子了。我自己目前在 YouTube 会分享一半是偏生活类型的影片，然后一半是跟画画有相关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另外我在 Instagram 我会比较常用 Story， 就我比较会少 po 文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触及率真的太低了，我觉得不太这个平台我有点想放弃了。但我还是会不时的发出的一些 content。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，你可以订阅我的电子报，我每1个月都会寄至少1封的电子报给你们。那连结在下面，你可以自己就是看一下介绍。对，好，那就这样子咯，拜拜。